我爸兄弟的女儿找到了我家，哭着说她以后就是我爸的亲女儿。我妈觉得她可怜，把她视如己出，结果她却害得我跟我爸妈反目成仇。再次重生，她委屈巴巴地说道：姐姐真好命，能够有人一起过生日，不像我，从小就没有了妈妈。我直接一巴掌呼了过去，你没妈关我屁事。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我重生了，重生在了我爸带着兄弟女儿回家的那一天，看着眼神唯唯诺诺的云小雨，我笑了。上辈子我怎么会被这么一个玩意儿祸害了？真是猪头被蒙了心，是人是鬼分不清。本来我们一家人生活得好好的，结果这个云小雨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说是我爸兄弟的女儿，他爸妈都没了，让他来投奔我爸。我妈还因为可怜他，对他视如己出，当亲生女儿一样。上辈子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中了他挑拨离间的诡计，让我跟爸妈反目成仇。我死的那天，我爸妈直接把赔偿费拿着给云小雨办了一场盛大的生日派对，给我差点气得魂飞魄散。最后老天爷可能是看着我太惨了，给了我重获一世的机会。云小雨小心翼翼地背着破旧的书包进了门，露出了胆怯的神色。爸爸，我以后真的可以住在这里了吗？我从来没住过这么好的地方。我爸听到这话，当场眼睛湿润了，牵着云小雨的手安慰道：小雨别怕，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以后再也没人抛弃你了。云小雨扑进了我爸的怀里，谢谢爸爸，有爸爸真好。我爸拉着他到我妈的面前，介绍道：这是你徐阿姨，也是你未来的妈妈，快叫人。云小雨乖巧地叫道：妈妈好。我妈听到这一声妈，捂着嘴，一脸的激动。你真的认我这个妈妈吗？云小雨，爸爸说你是妈妈，你就是小雨的妈妈，以后我也是有爸爸妈妈的人了。说完，他跑到我的面前，这就是姐姐吧？姐姐真漂亮，就像个小公主一样。可惜我妈妈从来没给我买过漂亮的裙子，我的裙子都是妈妈捡的亲戚家不要的衣服给我穿的，真的好羡慕姐姐呀。云小雨总是能够想办法博得大家都同情。就比如现在，我妈见她这样，母爱心泛滥，拉着我的手说道：潇潇，你不是有很多新裙子，送你妹妹几件吧，你看她都没有衣服穿了。我一把甩开我妈的手，直接开怼：她那么喜欢裙子，你就去给她买呀，为什么非要让我给？我又不欠她什么。我妈听到我的话愣住了，我爸直接站在了我妈的旁边，皱着眉头说道：云潇潇，你这是什么态度？赶紧给你妈道歉。云小雨当即站了出来，眼泪含着泪：对不起姐姐，我不知道你会生气，我什么都不要了，你别赶我离开好不好？我淡淡的瞥了他一眼，我什么时候说让你离开的话了？你可别乱给我扣帽子，明明知道爸心疼你还来不及，你说这话岂不是让爸误会我？是想挑拨离间吗？他可怜兮兮的表情僵了一瞬，眼里闪过一丝心虚，但他很快低下头，掩盖住了眼里的表情。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妈见我咄咄逼人，立马上前阻止道：潇潇，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小心眼了？你不开心我们可以理解，但是请不要拿你妹妹撒气好吗？她已经够可怜的了，她可怜是我造成的吗？还不是因为她自己害死了自己的亲妈，谁同情她谁眼瞎。我死后看见了云小雨的记忆，她的生母虽然日子过得节俭，但是好东西从来没有忘记过她，而这样真心疼爱的女儿，却在自己哮喘病发作的时候踢开了药瓶，亲手害死了自己的母亲。这样歹毒的人有什么可怜的？
可我的话音刚落，脸上就被硬生生地挨了一巴掌。我捂着脸，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己母亲：“你打我？从小到大，我妈都没有打过我，现在却为了一个云小雨打我。”我妈也有些后悔，她颤抖着手，恨铁不成钢地看着我：“我平时就是这样教你说话的吗？赶紧给你妹妹道歉！”我捂着脸，倔强地看着她，下一秒直接一巴掌扇在云小雨的脸上。云小雨顿时惨叫，我活动了手腕，微微一笑：“下次动手之前考虑清楚，你们伤害我的，我会原封不动地还给他。”我说到做到，不信你可以试试。我妈被我气红了眼，咬着牙骂了我几句，就赶紧去安慰云小雨去了。对于我妈这样的态度，我一点也不意外，上辈子已经被伤透了，现在我一点也不难过。我只是可惜了刚刚没有多扇一巴掌，心里有些不爽。云小雨被我妈带着上了楼，她擅自推开了我的房间，眼里浮现出贪婪的神色：“妈妈，这是姐姐的房间吗？太漂亮了吧！要是我也能够有这样漂亮的房间就好了。”她似乎想到什么，失落地低下了头：“姐姐真幸福。不像我，从来没有住过这么好的房间。我从小的房间只有这个房间1/4那么小，还是我和妈妈挤着一起睡。”我妈听得眼眶红了，转头看向进来的我：“潇潇，你现在就把你房间让给小雨住，你一个当姐姐的就该让着妹妹。”我沉了沉脸色道：“别墅房间那么多，你们干嘛就盯着我房间不放啊？我欠她了吗？”我看着云小雨又要哭了的样子说道：“你卖惨别卖到我这里来了，我真的不吃你这一套。还有我的房间没有我允许，别进来懂吗？这儿不属于你，你看再久也没用。”我妈愤恨地看着我：“你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了？让一让你妹妹怎么了？为什么一直针对她？”我扬眉：“人是你们带进家门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凭什么叫我让她？你们那么喜欢她，把你们自己房间让出来给她住啊！反正别来烦我，不然别怪我发疯。”等我妈带走云小雨之后，我更加确定了要搬出去住的决心。他们既然要养云小雨，我就搬出去自己住。不是我自信，是他们不知道，我其实是锦鲤转世，家里的生意也是因为我才有起色的。以前我是觉得妈妈跟着爸爸过得辛苦，所以我才偷偷去买了彩票，还把中奖的钱全部给了我爸去做生意。就连家里面这个房子，都是我给我爸买的2只股票挣到的。可以说没有我，就没有现在这个富裕的家。我知道云小雨的目的，无非就是把我排挤走了，他就好独占家里面的财产了。但是不好意思，他的算盘恐怕就要落空了，因为我走了，就代表着好运走了。我收拾好东西下楼，我爸我妈正和云小雨在餐厅吃饭，一家子其乐融融。云小雨恋恋惊叹：“妈妈，你做的鱼真的好好吃啊！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鱼。”我下楼的脚步一顿，行李箱从楼梯上被拧了下来，声音惊动了餐厅的几个人。云小雨脸上有些尴尬，反应很快地朝我挥手：“姐姐吃饭吗？妈妈做了海鲜大餐，还有酸菜鱼。”我嘴角勾起冷笑：“海鲜大餐？云小雨这个女儿回来了，我妈连我海鲜过敏都忘记了呢，真是亲妈。”我拖着行李箱打算离开，身后我爸厉声道：“云潇潇，你今天要是敢出这个家，以后我就没有你这个女儿。”我转过身朝他们挥手：“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到时候别来找我。”我哐当一声关上门，门里传来了云小雨假惺惺的声音：“都怪我的，要不是我姐姐也不会离开我妈。这件事情不是你的错，小雨，你不要有心理负担，都怪我们平时太宠着她了，
才让他养成了这个嚣张跋扈的性子。放心吧，等他怄完气，很快就会回来的。你姐那个人，我还不了解。我爸的声音带着自信，但是这一次很抱歉，要让他失望了。我既然决定离开，就永远也不会再回这个家。我转身给我闺蜜打了电话：“喂，宝贝，你在哪儿啊？来接我一下。”你说什么？你爸那个兄弟的女儿这么查的吗？我跟你说，我对付这种阴阳怪气的人最有一套了。你让我去，我不得拔了他的皮。我闺蜜撸起袖子就要起身。我跟你说，这样的小贱人就应该2巴掌扇过去。我家那2位刚开始被我爸接回来也是这样，总幻想能够取代别人的位置，最后被我和我弟收拾得服服帖帖。我闺蜜家那2位我是知道的，他爸的小情人生出来的女儿登堂入室，最后被我闺蜜和她弟收拾得很惨。可我不想回去了。我闺蜜闭了嘴，坐在我身边，半晌道：“考虑好了，千万别一时赌气呀，这事儿挺大的。”我无所谓啊，我真的想好了，与其天天看着那一家子人膈应，还不如搬出来住还方便点，正好可以好好复习。天大地大，学业最大，可不能影响我考大学。我闺蜜抱住我的肩膀安慰道：“既然你都做决定了，我肯定支持啊！你姐妹，我养你，你等着。”说完，她就跑回了自己的房间。等她回来的时候，手里面已经拽满了东西。我买了个车，给你弄了个同款，你看喜不喜欢？哦，对，还有这个钥匙。你既然从家里面出来了，想必没地方去。我这好几套房，你选一套我送你。有谁闺蜜送房送车呀？原来是我闺蜜。我抱着她亲了亲，爱你。上辈子我死后，还是我闺蜜收到消息，第一时间来给我收的尸，守着我哭了几天几夜。这个世界上对我好的就只有她了。晚上我闺蜜见我不开心，非得拉着我出门玩，说是放松心情。她约了我们班里玩得好的几个同学。等到了的时候，我才看见人群中还有个熟悉的人，我的男朋友周岩。我见到他脸色不好了，上辈子就是这个男人把我耍得团团转，一边在跟我谈恋爱的同时，一边又私底下跟我那个妹妹勾搭在一起。他还拿我当提款机，然后用我这里拿到的钱去跟我妹开房，想想都觉得恶心。周岩跟班里的其他几个男生走了过来：“潇潇，我听小然说你最近心情不好，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他伸手就要拉我的手，被我躲开了。不关你的事。周岩脸上的笑意僵了僵。你还在为我前2天没回你信息生气吗？我真的错了，前2天跟哥们出国了，他不说我都忘了。这是拿着我的钱出去花天酒地呢。周岩家不算特别有钱，就普通的家庭。可是自从他跟我在一起之后，3天2头问我要钱，也越来越大手大脚。之前我是因为他要的不多，所以每次都给了。现在我回想起来，真的没被以前的自己气死。给男人花钱，倒霉一辈子。我不至于生气，因为你还不配。我闺蜜向我走了过来，见我们2个人气氛尴尬，在我耳边问道：“你们这是又怎么了？”我低声道：“没怎么，只是看清一些人的真面目了而已。”我闺蜜听到这话，当即挡在了我跟我男朋友的中间，强势地将我们隔开距离。不好意思啊，潇潇说她身体有些不舒服，我带她去洗手间一趟。不愧是我闺蜜，直接打断了周岩这个渣男的话，带着我离开了人群。可是等我们回去的时候，意外见到一个人。我闺蜜问：“那人是谁呀？好像不是我叫来的吧？”我回答道：“我家那个我爸兄弟的女儿。”云小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到了我们这里，整个人已经换掉了那一身旧衣服，
穿着粉色的公主裙，还特意梳了一个蝴蝶结造型。她没看见我跟我闺蜜此时正在跟我男朋友聊得很开心。我男朋友挠挠头，有些不好意思的样子。我闺蜜皱了皱眉，她怎么会找到这里来的？我不知道，可能是我发了朋友圈，忘了屏蔽爸妈了吧。姐姐，云小雨见我出来，跑过来要拉我的手，被我闺蜜挡住了。她脸上看起来委屈极了。姐姐，真的对不起，只要你跟我回去，我就离开爸爸妈妈，再也不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好不好？我真的不希望因为我影响你跟爸爸妈妈的感情。我知道你接受不了我，我可以走的，就算是回到乡下一个人生活也没有关系。多么懂事的话呀！可是我怎么听着这么恶心呢？我本来就心情不好，现如今看见云小雨这张脸，我就想发疯。你也知道你留下来讨人嫌啊，那你还不赶紧离开我的视线？别人吃你这套，我真的不吃，别来恶心我，知道吗？我闺蜜站在了我的身边，妹妹，你说话要是再阴阳怪气，我不介意叫人把你扔出去，懂吗？云小雨这下假哭都变成真哭了。我知道姐姐不喜欢我，就因为我不是你的亲妹妹，可我从来没有想过跟你抢什么，我只是想有个家而已。为什么姐姐就这么容不下我呢？云小雨的话引起了周围一些同学的同情，有人忍不住帮她说话。潇潇，你妹妹也是好心，再说了，爸妈没了这件事情也不是她能够控制的，你就不要怪她了吧。对呀，我看你妹妹也挺好的，你们家反正也不缺钱，养她一个也没关系嘛。我闺蜜道，知道是外人就别往面前凑，自己讨人嫌还来装可怜。她看着说话的那几个男生笑道，我是真不知道她都做成这个样子了，还是有人眼瞎。那个男生被我闺蜜对得气急败坏，你说谁眼瞎呢？我这是实事求是，人家小姑娘也不容易，你们就不能放过她吗？我闺蜜持续输出，腿长在她身上，又不是我们威胁的，自己送上来找骂怪谁？这个时候，周岩走了过来，一只手揽住了我的腰肢，轻笑道：好了，潇潇，别为了这样一个人气到自己，不喜欢我帮你把他赶出去就是了。以前我没觉得这话有什么不对的，现在却很明了的感觉得到这个男人是在帮云小雨解围。怎么，这两人这么早就看对眼了？我拍开他的咸猪手，你是想替他解围？被我这么直接问出来，周岩的脸上尴尬了一瞬。潇潇，你想多了。我见到他脸上的心虚，心里冷笑，还真被我猜中了。你要是想当那个护花使者，我没意见，正好我可以连你一起骂了，怎么样？周岩本来被我对的脸色难看极了，突然想到什么，靠近了我，悄悄说道：潇潇，该不会是吃醋了吧？我跟他不熟，你不用为了我争风吃醋，难为人一小姑娘，放了他吧，以后我保证不再看他一眼。我嘴角一抽，你脑壳有包，真他妈是离谱开门，给离谱到家了。以前怎么会眼瞎看上这样一个自恋狂，简直是侮辱我的眼睛。要么滚，要么我叫人让你滚，你自己选一个吧。我面无表情地开口。周岩气得摔了酒杯，转身拉着云小雨离开了现场。等回去的时候，我就把上辈子发生过的事情跟我闺蜜讲了，只是把重生换成了做梦，说我梦到了未来。虽然这件事挺难解释的，但是我闺蜜还是选择相信。她心疼地抱住我，没事，宝宝有我呢，男人多的是，大不了重新再找。要不我把我弟介绍给你吧，他除了疯点，其他都挺靠谱的。我无奈笑笑，暂时不考虑谈恋爱了，赚钱才是最主要的。我刚离开家，还是得有自己的固定收入。闺蜜，这个还不简单，
我这里正好有几个投资项目，要是成功了，资金翻倍，我先借你钱，等你赚钱了再还给我就是了。这个办法挺好，我答应了下来，因为我相信凭借着我的运气和我的经商头脑，是肯定不可能亏本。于是果断选择了其中一个看起来没什么起色的项目。真要选这个呀，这个项目不算是新的了，之前是因为一直凑不齐资金，所以给耽搁了。久而久之，也没什么人愿意关注这个项目了。我闺蜜说道。我笑了笑道：相信我，我能够让这个项目稳赚不赔。毕竟我是锦鲤转世，只要我想要扶持的项目，必定是好运连连。现在只需要等着拿钱就好了。闺蜜把一张卡交到我手里，这里面有50万，虽然不多，但是日常消费应该够用了。你拿着。我鼻子一酸，有点想哭。你怎么这么好？呜呜！闺蜜咧嘴大笑，才知道你姐妹好啊。说了养你，就肯定说到做到，放心吧，有我在呢，我罩着你。1周后正式开学，我跟闺蜜正在教室快乐地分享路边买的煎饼果子，听见一个声音从门口传来：大家好。我脸上享受美食的笑脸瞬间垮了下来。这不是云小雨的声音是谁的？爸妈还对她真上心，短短不到1周时间就给她办好入学手续了。这谁呀？新来的转学生吗？班里同学都目光均被她吸引过去。大家好，我叫云小雨，是潇潇姐的妹妹，以后还请大家多多关照。云小雨走到我的座位边问道：姐姐，我可以坐你旁边吗？我不可以。云小雨被我说的当即红了眼眶。对不起，我没想到姐姐这么讨厌我，我这就走。云小雨以为班里的人都会像平常那些人一样站出来狠狠地指责我，但是不好意思，他还真算错了。班里都是我哥们，其中我前桌的2个男生看不下去了。你没事吧？怎么搞得潇潇欺负你了似的？对呀，能不能别动不动就哭啊？这里没人同情你的，收一下吧同学。顿时周围人传来指责的目光，云小雨顿时无地自容。他估计也没想到自己绿茶手段也有一天会翻车，一时之间站在那里脸色通红。直到周岩站了起来：云潇潇，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吗？她是你妹妹，这就忍不了想要出来英雄救美了。你是想凑上来挨骂吗？我可以满足你。周岩被当众驳了面子，气得脸色铁青。云潇潇，大早上的别发疯，你不满意我可以直说，我们现在就可以分手。哦，还忘了这个事儿。我一脸无所谓，你不提我都忘了。分了吧，不影响你跟你的这位妹妹双宿双飞。周岩冷哼，这可是你说的，到时候别哭着求我复合。自从这件事情之后，周岩就像是受了什么刺激似的，经常当着我的面追求云小雨。云小雨最开始还故作矜持，很快就招架不住，同意了周岩的猛烈追求。2个人在一起的当天，还在班级群里发了大红包，之后的一段时间都形影不离的，走哪里都能够看见这2个人秀恩爱。我哪里会不知道周岩的心思，无非就是气不过我甩了他，所以要用这样的方式报复回来。但他不知道，从一开始就进入了我的计划当中。我努力复习，在月考的时候成功拿下第1，而云小雨成功拿下倒数第1，连带着周岩的成绩都从前10变成了倒数。他本来就是转学来的，还是我们这种尖子班，学习自然跟不太上。偏偏云小雨还死性不改，整天贴着脸上去跟周岩成双成对。我看见时机成熟，当即把2个人早恋的消息告诉了班主任。
班主任气得直接给2个人的家长打电话。周岩的妈妈我知道，是属于盼子成龙的那一种家长，怎么可能忍受得了自己儿子跟别的女生谈恋爱？气冲冲地来到学校，直接在办公室就给了云小雨一巴掌。小小年纪不学好，学什么勾引人？我儿子是要考大学的，你在他最关键的时期拉着他谈恋爱，就是要害了他呀！我打死你这个贱人！云小雨被这一巴掌打懵了，抱着脸躲在我妈的身后。我妈见状，挡在了云小雨的面前。你凭什么打我女儿？2个巴掌拍不响，你儿子就完全没错吗？说不定还是你儿子主动的呢。周岩被闹得脸色很难看，但是他更害怕自己的妈妈，当即毫不犹豫地说道：妈妈，我错了，都是这个女人，是她先主动的，我没忍住才答应了她。你真的不要再骂我了。云小雨听到这话，脸色都白了。明明是你！周岩妈妈理直气壮地对着班主任道：老师，你听见了吗？就是他勾引的我儿子。我儿子本来学习成绩挺好的，就是因为他才下降了。我建议直接开除他。我妈慌了，凭什么要开除我女儿？我女儿又没做错，她本来转学就需要一段适应时间。周岩妈，你女儿就是个祸害，一副绿茶样，装得唯唯诺诺的，实际上谁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反正我是不会放心我儿子跟他一个班级的，要么把他开除了，要么让他转班，以后别缠着我儿子。我妈憋红了脸，要转也是你儿子转，凭什么让我女儿转？班主任被2个人吵得头疼。好了好了，都别说了，既然你们要求转班，那就去跟校长说，这件事情找他定夺。班主任带着双方家长去了校长办公室，我没有跟过去，只是听说最后校长让2个人都转去了普通班级。我们班的人齐齐欢呼，这2个人终于走了。上个月月考成绩就是他们拉低了我们整个班级的平均水平，才让我们输给了2班，我都要气死了。对，现在他们班见到我们就耀武扬威。我他妈都考全年级前3了，还是被2个草包给拖了后腿，真是晦气。下个月我们都努点力，绝对不能够再输给2班那群龟孙子。可能是受了这件事情的刺激，我们班的学习氛围相比之前提高了不少。不少别班的同学下课路过我们班，就会看到没有老师的教室里面，一群人低着头疯狂刷题，以至于第2次月考成绩下来，我们全班同学的成绩都得到了飞跃的提升，平均分更是超过了2班15分。当天班级群里消息直接过了999加，很快就到了我生日。闺蜜为了帮我庆祝生日，提前1个月就开始准备了。我们就在闺蜜家酒店里面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聚会，基本上熟悉的亲朋好友都请到了，自然也没有少了我父母。毕竟我心里还是抱着那么一丝小小的希望，说不定他们这辈子会看清兄弟的女儿的真面目呢。可最后还是证明我想多了。爸妈过来的时候，他们的身后还跟着唯唯诺诺的云小雨。云小雨边走边感叹：这里好漂亮啊，看来得花不少钱吧。姐姐真幸福，都能够有这么好的生日聚会。可惜我从小就没有吃过生日蛋糕。我妈心疼地拉住她的手：小雨不难过，等你生日的时候，妈妈也给你办一个比这里更漂亮的聚会，好不好？云小雨一脸激动：我真的能够拥有这么漂亮的生日聚会吗？真的，你姐姐有的，我们小雨也得有。我妈豪爽地开口，我听着嘲讽一笑：这辈子我能让你们办生日聚会，算我输。云小雨看到了不远处的我，脸上挂上了笑容：姐姐生日快乐。
这是给姐姐的生日礼物，爸妈给我们2个一起买的，之前一直没有机会拿给姐姐。我看着她故意露出来的价值珍贵的项链，又看了看礼盒里躺着的一模一样的同款，瞬间觉得被膈应到了。你收着吧，我就不要了。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云小雨却紧张地拉着我，姐姐，这是爸爸妈妈的一片心意，你就收下吧，他们真的很爱你。我妈见云小雨委屈的脸，立马走了过来。潇潇，你是不是又欺负你妹妹了？你妹妹好心给你带生日礼物，你就这样不领情是吗？我气笑了，那我还真是谢谢她了，在我生日的时候还不忘来膈应我。我妈恼羞成怒，你能不能别曲解意思啊？你妹也没有坏心思啊，她好不容易给你挑选的礼物，你说不喜欢就不喜欢，我都快不认识我妈了。我生日你们给我和她买同款，可真是一片好心呢。但是不好意思，她还不配跟我带同款。我说的话非常直白，云小雨当即哭着跑出去了。我妈狠狠地瞪了一眼我，然后跟着云小雨离开了现场。高考临近，没了云小雨和周岩2个人作妖，我复习都清静了不少。等考试结束当天，我也收到闺蜜的好消息，说是之前投资的那个项目赚钱了，还赚了一笔不小的收入。我用这笔钱还了闺蜜的本金之后，还剩下几十万，首付买了大学附近的一套房子，正好乘着这几天把东西搬一下。只是等我回家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原本的房间早已经换了人居住。云小雨躺在我的床上，见到我的时候还愣了一下，然后冲着我嘚瑟一笑，这不是姐姐吗？你不是口口声声说永远不会再回这个家了吗？怎么现在又想回家了呀？云小雨整个人变化了很多，大概是这段时间真的过得很好，蜡黄的皮肤也变得水润，仔细一看，全身上下都是名牌。她见到我的时候，估计是知道没有人在周围，所以露出了本性。我皱了皱眉问她，我的东西呢？谁允许你住我房间的？云小雨得意洋洋地说道，这个房子早就不是你的了，爸爸妈妈叫我住哪里，我自然就住哪里了。倒是你现在想回来，恐怕也晚了呢。现在我才是爸妈最爱的女儿，而你只不过是他们抛弃的人。我看着他小人得志的表情，就忍不住想一巴掌呼过去。我再次询问，我房间的东西呢？云小雨，自然是扔了呀，就你那些东西，没一件值钱的留着有什么用？我气炸了，直接就要动手。谁知下一秒，云小雨故意扇了自己一巴掌，整个人无助地瘫坐在地上。她的声音夹带着哭腔道，姐姐，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占你房间的，我这就搬出去，你别生气好不好？我正奇了怪呢，她怎么自己打自己？背后就传来了我妈的声音，云潇潇，你在干什么？我转过身，看见了回家的爸妈，心里终于想明白了，原来云小雨在这里等着我呢。我妈道，这房间是我帮她搬进去的，你妹妹又没有做错什么，你干嘛又打她？我笑了，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动手了？她自己碰瓷关我什么事情？云小雨见缝插针，委屈巴巴地说道，妈妈，你别这样说姐姐，毕竟是我占了她的房间，她生我的气很正常。我妈拍了拍她的手，傻孩子，你就是太善良了，你想让着别人，别人还不想让着你呢。妈妈永远相信你。我妈看向了我，眼里浮现出浓浓的厌恶。云潇潇，你适可而止，以前我们是不忍心伤害你，现在你早就不是这个家的人，我不会再惯着你了。既然不相信，我就干脆不解释了。我直接一巴掌扇在了他的另外半边脸，直接坐实了这项罪责。云小雨被我打懵了，我勾唇一笑，
这才是我打的，看清楚了吗？我妈立马上前扯开了我们。云潇潇，你够了，你赶紧给我滚出这个家！我揉了揉被打疼的手，转身推开了云小雨。放心，不用你催，我搬完东西就离开。我直接一个电话，叫搬家公司的人上楼，将云小雨屋子里面的东西全部搬空。云小雨气得大骂：你怎么能随便带走家里的东西呢？这些都是爸爸妈妈辛苦挣钱买的。我像个白痴一样看着他，谁说这些是爸妈买的了？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买的。云小雨晃动着我妈的手臂：妈妈，你快阻止姐姐呀！再这样搬下去，房间就空了。我妈在旁边有些难堪，就算这些东西是你买的，可你是我女儿，你的东西就是我的，你不许搬走。可你们也说了，我从这个家出去就不是你们女儿了，那我的东西我自然要拿走，不然还真不知道便宜了谁。我说这话的时候，故意看向云小雨，见她越难受，我就越开心。我当着她的面搬空了屋子，一个字儿都没有给她剩下，把她直接气哭了。等到高考成绩出来的那天，我成功的考上了清北，云小雨则是只考上了一个3本。这期间，我把东西都搬到了自己的房子。晚上正要跟闺蜜出去嗨皮呢，就听见她说我爸的公司要倒闭了，据说是把所有儿资金都投进了一个必赢的项目，但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卷钱跑了，我爸投的钱全部打水漂，公司也进入了财政危机。又过了几天，我妈不知道想了什么办法，找到了我现在的住所。她见到我回来的时候，立马朝着我跑了过来：潇潇，你手头上还有没有钱啊？能不能给妈一点好救救急？妈妈知道你肯定有钱的，你都买了这么大的房子了。我甩开她的手：我现在跟你们没有关系。我妈咬咬牙道：你就这么绝情，连一点钱都不愿意给我们吗？你爸要是有什么事情，你良心过得去吗？我听到他这话，就想到了上辈子他们拿着我的赔偿费给云小雨办生日派对的事情。试问哪一个亲生父母会在自己女儿出车祸的情况下能够做到无动于衷？我爸妈就能够做到，这样的人还有什么脸面来问我要钱？我心里狠下心来说道：你们要是没钱，你们可以卖房子重新开始，别来问我要，因为我也没有。从小到大，要不是因为我们家也不可能从镇上搬到市区，就连我爸投资的钱都是我买彩票中的，我早就不欠他们什么了。我再也不理会我妈，转身进了小区。过了几天，我听我闺蜜说我爸妈卖了家里那套别墅，然后把钱全部给了员工，一家人住进了出租房里面。而云小雨好不容易过上了富裕的日子，她怎么能够再次忍受跌落低谷的生活？她乘着我爸妈不注意的时候，偷拿了家里面仅剩的2万块钱跑了。我爸知道之后，气得高血压上升，瘫痪在了床上。我妈本来想报警的，可这是家事，这个钱注定追究不回来了。她只能叫认识的朋友帮忙找找看能不能找到人。开学之前，我想了想，还是找到了爸妈的出租屋，给了他们一张卡，里面是20万，就当是还了你们的养育之恩了。至于剩下的赡养费，我每个月会定时打到这张卡里面，你们好自为之吧。有些事情是原谅不了的，只是他们身为我爸妈，我就算离开了这个家，也有义务去给他们赡养费，这是我这个做女儿最大的宽容了。我妈含着泪看向我：潇潇，还是你最好了。云小雨那个小蹄子把我和你爸最后剩下的钱都吞了，亏我们之前还对他那么好，简直是养不熟的白眼狼。我妈小心翼翼地看着我：潇潇啊，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
你大学的事情定下来了吗？多久报名啊？”时隔1年多，再次听到了我妈的问候，我心里却已经毫无波澜。我淡淡道：“我一切都好，你们未来也各自珍重吧，我先走了。”我妈拉住我：“潇潇，你真的不能给妈妈一次机会吗？我和你爸真的知道错了。”我挣脱开她的手，无情地开口：“在你们选择云小雨的那一刻，云潇潇已经死了，所以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你们。希望以后不要再见面了。”我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我听着身后我妈忏悔的话，眼眶有些湿润，但是我不后悔。希望以后他们能够身体健康，长命百岁，这是我对他们最后的祝福。至于云小雨，他拿着2万块钱跑了出去。没什么社会经验的他，一头钻进了传销窝子。2个月之后，给我妈打电话，电话那边叫我妈拿100万去赎人，不然就打断她的腿。我妈听到这个消息，直接把这个电话拉进了黑名单。这样的白眼狼，活该有这样的报应。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